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爆兵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国务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要劝说中国放弃东海、南海的主权，这真是痴人说梦。2023年2月8号，美国国务会研究服务部发布一份报告，叫做《美中在南海和东海的战略竞争：国会面临的背景和问题》。这份报告的核心内容和措辞呢，都比较有意思，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报告分析了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斗争形势之后呢，建议美国要采取如下策略：阻止中国在南海进行更多的基地建设活动，以及部署更多的军事人员、设备和物资；在黄岩岛发起岛屿建设或者是基地建设活动；在南海声称拥有主权的海洋地物上划定直线基线，或者是在南海上空宣布防空识别区。这叫阻止。劝诫呢，中国减少或终止在东海钓鱼岛的军事行动，停止针对菲律宾占领的南沙群岛施加压力的行为，保障菲律宾的渔民进出黄岩岛或南沙群岛周围水域的自由。劝告中国采用美国或西方关于海洋自由的定义，接受并遵守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中涉及菲律宾或中国的仲裁裁决。从这份文件中所提到的几个目标来看呢，美国是想阻止中国继续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维护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但是美国又拿不出什么强硬的手段呢，只能用劝诫、劝告这种不知所谓的措辞。但是在这个报告里面，阻止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值得我们警惕的。看来美国人显然不仅仅是想动动口舌。我们注意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在围堵中国海洋主权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动作，那就是想方设法的要把日本和菲律宾拉在一起。在这份文件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东海和南海并列，这在以前美国的有关文件中是很少见的。过去美国往往是把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并列在一起来讨论，这一次却把东海问题也提了出来。不但如此，最近随着美国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日本也在想方设法的拉近和菲律宾的关系。2月9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日本，双方达成了协议。日本呢，向菲律宾提供6000亿日元援助。最近有报道说，日本打算把一批陈旧的74式主战坦克以及固定翼的作战飞机赠送给菲律宾。早在2019年，美国就向菲律宾赠送过海警船。美国期望日本和菲律宾形成合力，给中国的海洋主权维护制造更大的困难，最好是让中国知难而退。这个报告呢，不建议美国开第一枪。那到底谁去和中国擦枪走火，是日本还是菲律宾，那就要看情况了。一旦这两个国家和中国发生冲突，哪怕仅仅是小规模的交火，美国也能够立刻发动全体盟友，把乌克兰冲突的那一套对付俄罗斯的措施用上，原封不动的用到中国身上。实际上呢，美国现在非常需要这样的借口，哪怕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机会，他也不会放过。这一次我们中国的失控气球进入美国领空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地球人都知道，这个气球肯定没有任何军事用途，也不可能故意飞到美国去的。但是美国上上下下咬着不放，一定要把它说成是中国的间谍气球。不但派出了最先进的战斗机，发射了很先进的空导弹，甚至还神经过敏在阿拉斯加上空击落了自己的科研气球。然而美国的设想并不一定就能实现。无论日本还是菲律宾，无论是在东南亚还是东北亚，他们都有和中国长期打交道的经验。这两个国家非常清楚，如果没有美国做后盾，他们想要和中国对抗，无论是海警级别还是海军级别，都没有任何的胜算。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历史欠账还没有偿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他们去当炮灰打头阵，这两个国家是不会有太高的积极性的。而美国之所以希望普从国打头阵，正是因为他自己拿不出更多的力量来了。在中国的东海和南海，美国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死循环。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说到这里。